在当前风云变幻的经济棋局中，每个人都是棋手，也是棋子。通货膨胀的阴影悄然笼罩，我们不得不思考手中的财富该如何抵御通膨，保持价值。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面对退休后漫长的人生，更需要稳健的资产来保障生活品质与传承。近日，传奇富豪李嘉诚发出震撼预警，未来10年持有房产和存款或许都不如手握4样7硬通货情。这番话石破天惊，引发广泛讨论。有人怀疑这是杞人忧天，有人则暗自好奇，李嘉诚眼中的4大保值王究竟是什么？现在不提前布局，真的就晚了吗？作为白手起家的香港首富，李嘉诚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他的投资哲学中蕴含着对经济走向的敏锐洞察，往往未雨绸缪，洞见先机。如果连他都发出如此严肃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静下心来听听他的观点。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李嘉诚的投资足迹，从通胀风险、财富保值和资产配置的角度，深度解析这4大最具保值潜力的资产类别。这不仅关乎未来10年的财富机遇，更关乎我们每一位中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与资产传承。首先登场的保值王是历经1000年仍备受信赖的黄金。黄金向来被称为硬通货，是全球公认对抗经济风险的利器。当前数位支付盛行，你或许会问，都21世纪了，黄金还有用吗？别忘了，当金融危机或货币贬值来临时，黄金往往就是资金最坚实的避风港。历史一再证明，当纸币购买力下滑，人们总会把目光投向闪闪发光的黄金。看看近年的趋势就明白了。2023年，全球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出现惊人的增长，1年内暴增了 152%。这项数据背后透露出各国对黄金的高度认可。在不稳定的世界里，黄金依然是最稳定可靠的资产之一。央行都在大举囤金，普通投资者更应重新审视黄金的价值。李嘉诚本人对此更是身体力行。就在最近，李嘉诚旗下的长江集团斥资收购了印尼一座金矿15%的股权，用行动展示了他对黄金长期价值的信心。这个大手笔布局为长江集团开拓了新的财富增长点，同时也印证了李嘉诚独到的投资眼光。他深知乱世黄金的珍贵，一位九旬长者尚且如此重视黄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忽视它呢？对于中老年朋友而言，黄金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没有复杂的金融套路，看得见摸得着。不管通胀如何侵蚀货币，黄金的长期价值始终在那里闪闪发光。许多长辈喜欢购入金饰、金条，除了保值增值，更图个心安。当你发现超市的米面油价格节节攀升，不妨也备点黄金在手，哪怕只是一小部分资产配置到黄金，都能让您在面对通货膨胀时更从容，仿佛手握一把应对风雨的定心丸。谈到资产保值，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房地产。的确，在过去几十年里，房子几乎等同于财富增值的代名词。不过李嘉诚此番忠告，并非要全盘否定房产价值，而是提醒我们，未来10年房地产市场将持续分化，手上房产是否保值，取决于你是否选对了优质资产。回想香港上世纪7、80年代，年轻的李嘉诚正是靠着低价收购优质地段物业，完成了传奇的蛇吞象收购，从英资手中拿下和记黄埔，一跃成为地产巨擘。这段往事至今被奉为经典，靠的就是他独到的眼光。在他人恐惧时出手优质地段，李嘉诚看重房产的观点至今值得借鉴。我买的这个地段10年后还会有人想住吗？这个物业未来能安全传承给我的孩子吗？有没有稀缺性？能否长期出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如果明天出现动荡，它还能不能保值？这些发人深省的自问，正是他筛选房地产投资标的的准则。我们普通人买房置产，又何尝不该如此慎思呢？当前环境下，房地产并非板块齐涨，市场走向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优质房产，因为稀缺资源和人口持续流入，仍将稳坐价值堡垒。相反，一些偏远地区或供给过剩的房子，未来可能难有起色。李嘉诚强调过城市能级和地段的重要，大城市完善的基建、
丰富的资源和就业机会决定了房子抗跌的底气。黄金地段的便捷配套和稀缺性赋予房子长期增值的潜力。如果您手上持有的是位于人口净流入城市的优质地段房产，即便房市起伏，长远看仍大有希望保值增值。当然，投资房产需要不小的资金和慧眼，对资金有限的朋友来说，过去那种闭眼买进就涨的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更讲究策略，宁可减少投资房产的数量，也要精挑细选，宁缺毋滥，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城市，交通便利的地段，品质良好的房龄较新的物件，同时控制负债比例，避免在加息通膨环境下产生沉重压力。总之，房地产依然是重要的财富载体，但只有优质房产才能成为岁月中的价值堡垒。李嘉诚当年凭借远见选对了地段，我们今天也要学会把钱花在刀刃上，让房产真正成为抗通膨的利器，而不是沉重负担。第三大保值资产是许多人往往忽视，但李嘉诚极为青睐的能源资源。能源是经济的血脉，不管世界如何变迁，人们总离不开石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和电力、水务等公用事业。李嘉诚早在1980年代就洞察到这一点，他意识到光有地产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像收房租一样稳定现金流的投资领域。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能源等民生必需产业。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无比正确。1986年，国际油价跌至低谷，许多石油企业举步维艰，李嘉诚却逆势大举收购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50%以上的股权。当时很多人不看好这笔交易，但李嘉诚后来回忆时曾称，收购赫斯基能源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投资之一。凭借这一战略布局，李嘉诚在油价低迷时锁定了宝贵的能源资产。随后几十年间，全球经济起伏迭代，但赫斯基为长河系源源不断地贡献现金流。据统计，李嘉诚家族从中累计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股息回报。试想，如果当年他选择把钱留在银行吃利息，怎可能收获如此惊人的长期收益？能源价格与通货膨胀有着天然的联动，当物价上涨时，往往是因为能源原材料变贵了。如果我们拥有能源相关资产，就等于站在了通胀的同一边，而非任由其吞噬财富。例如，持有优质的石油、天然气企业股票或能源基金，当能源价格上涨时，企业盈利提高，投资人也能分享到成果。又或者投资太阳能、风电等新能源基建，享受政策支持和未来成长红利。李嘉诚近年来也紧抓能源转型的机遇，大举投资欧洲的电力和天然气管网等基础设施，成为英国电力、天然气市场的主要玩家之一。这些资产虽然朴实无华，却在每个电表、水龙头的技术中稳稳产出现金流。对我们普通人而言，直接去买油井、电厂不现实，但完全可以退而求其次，布局能源类股票或基金，参与分享能源行业的收益。例如，一些大型石油公司、公共事业公司长期经营稳健，股息率可观，正是抗通膨的好工具。特别是在能源价格处于低位，相关股票被低估，时逢低布局，往往10年后回头看会庆幸不已。李嘉诚用行动告诉我们，抓住经济命脉中的刚需产业，投资那些永远有市场需求的资源，资产就有了最扎实的根基。未来10年，无论传统能源还是清洁能源，只要是人类生活离不开的领域，都蕴藏着长期保值的力量。第4类脱颖而出的保值资产是许多中老年投资者偏爱的优质股利股。所谓股利股，就是那些经营稳健、每年稳定向股东派发红利的蓝筹公司股票。这类股票或许不如热门题材股那样令人血脉奔张，但却宛如参天常青树，年年为投资者结出现金果实。在通膨时代，现金贬值，而股利股提供的持续现金流正好用来抵御生活成本上涨，保障退休收入。李嘉诚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他掌控的众多企业，从地产、零售到公用事业，无一不是现金流充沛、慷慨分红的现金牛。多年来，长河系单是从赫斯基能源和香港电灯等项目获得的股息就高达几十亿美元，可见长期持有优质企业股权所带来的复利威力。
为什么说优质股利股是财富的常青树？首先，稳定的股息就像果树每年结出的果实，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您带来被动收入。对退休人士而言，每季度或每年收到的股息，犹如多了一份额外的养老金，可以补贴日常开销，而不必动用本金。其次，能长期稳定分红的企业，多半是行业龙头或公用事业等具有护城河的公司。他们往往经营稳定，财务健康，具备一定的通胀转嫁能力。也就是说，当成本上升时，他们能透过提高价格或提升效率来保持利润，从而继续回报股东。这使得持有他们的股票比拿着定存现金更能抵御通膨侵蚀。举个例子，如果您10年前投资了一家持续盈利并每年提高股息的电力公司股票，那么这10年来您不仅年年拿到现金股利，股价本身可能也随着公司业绩稳步上升。如果将拿到的股息再投入买入更多股票，复利效果会更加惊人。许多老一辈投资者信奉存股养息的理念，正是因为看中了股利股长期累积财富的魔力。李嘉诚本人也多次在市场低迷时增持自己旗下公司的股票，展现出对长期价值的信心。事实上，他旗下的长江基建、电能实业等公司每年都向股东派发丰厚股息，回报长期持有的信任。可见股利股不仅养肥了李嘉诚的钱包，也完全可以成为您我退休后的摇钱树。需要注意的是，选择股利股务必精挑细选，只投资那些财务稳健、行业前景良好的公司，不要被一时的高股息率诱惑，也要提防夕阳产业和经营不善的所谓高息股。理想的股利股应该是既能持续分红，又能保持缓步成长的企业。只要坚持长期持有这些绩优股，让时间和复利为我们工作，就有望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安享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我们探讨了黄金、房地产、能源资源和优质股利股这4大未来10年最具保值潜力的资产类别，它们各有不同的特性，却有一个共同点，能在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中充当我们财富的压舱石。李嘉诚以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提早做好资产配置，胜过事后追悔莫及。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现在布局仍然不晚。无论您是将一部分存款兑换成黄金，还是调整房产投资结构，或是增持能源和优质股利股票，关键是开始行动，让资产活起来，跟上时代的步伐。然而，在我们忙于理财之际，也别忘了李嘉诚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的，身体健康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保值资产。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我们才能真正享受财富带来的安心和幸福。李嘉诚至今精神矍铄，每天清晨游泳锻炼、阅读学习，正是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中老年朋友更要以此为榜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适度运动，定期体检，保持身心愉快。毕竟守护财富的同时，也要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为家庭带来长久的福祉。未来10年注定充满挑战与机遇，但正如李嘉诚所言，危机中藏着机会，只看有没有准备好的人。现在就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运用他的智慧指引，把握这4大保值资产的布局良机，在通膨与变局中笃定前行，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打造一道坚实的财富护城河。记住，中老年的我们依然可以运筹帷幄，只要方向正确，步伐稳健，就一定能让辛苦打拼的积蓄穿越岁月的考验，闪耀历久弥新的光芒。现在不开始，什么时候开始？让我们一起踏出这关键的第一步，为未来10年的财务安全与生活品质保驾护航。大家好，如果你正打算买房，先别急着出手，花点时间听我聊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房子的故事，也是关于你和我的未来。在过去的10几年里，台湾房价仿佛开了外挂，怎么买怎么赚，人人都说房地产永远只会涨不会跌，买房几乎成了一种全民运动，长辈劝，朋友比，仿佛谁没几间房就训掉了。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是2025年6月，房市的风向正在悄悄改变。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揭开为何未来台湾房价已经不可能再大涨的真相，
听完这个故事，你可能会对买房这件事有全新的看法。先卖个关子，过去让房价疯狂上涨的那些神奇力量，如今都怎么样了？接下来我们一一拆解，从房价还有没有大涨的可能性讲起，再聊聊人口结构、利率通膨、供给与空屋、政府政策、投资与自住、国际资金与地缘风险，最后看看未来10年的房市风险与泡沫到底有多大。别担心，听起来硬邦邦的经济话题，我会用轻松生活的语言带你一步步看懂。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1. 未来房价还能疯狂上涨吗？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小明在10年前买了一间公寓，这些年他什么都没做，房子转手一卖，赚的钱比上班存下的还多。这种睡觉也会增值的好事，曾经真实的发生在许多台湾家庭身上。从大约2005年起，一路到2021年左右，台湾房价经历了所谓的无脑涨时代，随便买随便卖都赚。因此很多人习惯性的认为房价只会涨不会跌，现在不赶快上车，以后只会买不起。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不妨问问自己，支撑过去房价一路狂飙的动力现在还在吗？事实上，回顾过去10几年，房价能够连涨16年，主要靠的是4大波景气循环，每一波背后都有2大推手。第一，政府推出的刺激房地产政策；第二，全球疯狂印钞的宽松货币，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政策给糖吃，钱多的没地方去，房价当然跟着一路飞天。然而风水轮流转，当全球进入升息循环，热钱没那么泛滥，房市往往立刻从火热转为冰点。每次当钱变贵，贷款变难时，房市仿佛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买气瞬间冷却下来。就在去年，台湾央行实施了第7波房市信用管制，也就是俗称的打房措施。央行总裁明确表示，要银行对房贷风险提高警觉，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无节制放款。同时，国际上利率节节升高，钱变贵了，政府也没有空间再祭出什么让房价狂飙的甜头政策，少了宽松的前朝和政府的猛踩油门，未来房价还想像以前那样疯狂大涨，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市场上流传一句话，现在不管怎么买都是贵，这可不是耸人听闻。如果我们再用过去早买早赚，房子不会赔的老观念冲进场，恐怕真的要付出惨痛的学费。2. 人口雪崩，少子化对房市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另一个缓缓逼近的大趋势，人口结构的改变。或许你也发现了，身边生小孩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学校招不到新生，少子化的新闻几乎每隔一阵子就冒出来。这不是错觉，台湾已经在2021年开始出现人口负成长，出生的人口少于死亡的人口，而且每年的出生数还在不断创新低。可以说孩子变少了，老人变多了，这对房地产市场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想象2030年的某一天，那时全台总人口将跌破2300万人，人口比现在还要少几十万，而且平均年龄逼近50岁，街上每3、4个人就有1位是银发族。年轻人去哪儿了？少子化加上年轻世代出国发展的趋势，导致青壮年人口锐减，10年后想买房的人口基础恐怕比现在还要少很多。更长远，看到2039年，台湾每3个人就有1个超过65岁，可以说整个社会严重老化。人口结构改变对房市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但深远的。首先，适婚适育年龄的年轻人减少，意味着新成立的家庭变少。过去撑起房市需求的重要族群，新婚夫妇、年轻家庭将越来越稀少。没有源源不绝的新买家，房子的需求怎么可能像以前一样热络？其次，家庭小型化趋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住宅需求，比如1家5口变成2户、1家2、3口的小家庭，但当人口总数持续下降时，这种支撑终究有极限。再小的家庭也需要有人口做底啊。当买房的人变少，房价要涨，凭的是什么？或许有人会说，就算总人口减少，大家还是想往都市挤，市中心房子永远抢手吧。确实，人口外流会让偏乡的房子先遭殃，这点我们有目共睹。但城市真的安全吗？城市的人口红利也在减退，6都当中，有的已经出现人口停滞甚至下滑。当年轻人负担不起大城市房价，
干脆不生小孩，甚至不组家庭时，城市房市的接棒力道也在减弱。日本在泡沫时代，谁能想到东京房价有一天会停滞甚至下跌呢？但高龄少子化的现实让日本房价沉寂了几十年，许多乡下房子甚至送人都没人要。台湾不至于走到房子白送的地步，但人口结构的巨变绝对是房市继续上涨的一大绊脚石。最后别忘了，高龄化还带来一个问题，房子的传承与抛售。当大批婴儿潮世代逐渐迈入耄耋高龄，他们名下的房产将何去何从？如果子女本来就少甚至没有，到时候房子可能只有出售意图。未来10年、20年，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房子因为继承或长辈过世而流入市场，接手的人却变少了，市场供过于求的压力只会越来越明显。3. 钱变贵了，利率、通膨与贷款环境。说完人口，再来聊聊钱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买房多半离不开贷款，贷款的背后就是钱有多便宜的问题，也就是利率。回想几年前，那简直是购屋贷款的黄金时代，利率超低，银行钱借出去几乎不要利息。2020年前后，有些房贷利率不到 1.3， 真的是银行帮你缴房租的感觉，钱便宜，月付低，很多人才敢大胆借一大笔钱去追高房价。但是从2022年开始，随着国际通货膨胀失控，各国央行纷纷升息，钱不再便宜，贷款环境急转直下。台湾央行虽然升息幅度没有美国那么猛，但几次下来也让房贷利率爬升到接近 2%甚至以上。别小看这1点几的差距，对一笔动辄1000万的房贷来说，每月利息多缴几千元，一年下来就是好几万元的负担。对年轻家庭而言，这可能是育儿教育或日常开销的一大块钱。想象一对小夫妻贷款买房，本来月供3万3，现在变成将近4万元，腰杆再硬也难免冒冷汗。除了利率上升，银行的贷款态度也没以前那么宽松了。前面提到央行持续打房，就是要银行对贷款风险吹毛求疵。一些投资客想多贷一点，杠杆开高高，现在可没那么容易。银行对第2栋以上房屋、非自住房的贷款成数和利率都变严格，宁可少做生意，也不要日后呆账满天飞。整体来说，现在想用钱滚钱炒房变难了。一般自住客想贷到高成数也不容易，没个3成以上自备款别想买房。再谈谈通货膨胀本身对房市的影响。直观上，通膨高企时，很多实体资产价格容易上涨，因为大家觉得钱不值钱了，干脆买房保值。所以理论上，通膨对房价有撑，但现实很骨感。台湾薪资涨幅远远追不上通膨和房价涨幅。换句话说，老百姓手里虽然看到薪水数字变大了，但购买力并没有同步变强。在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的压力下，年轻世代更难存钱，凑不出头期款就买不起房。通膨还意味着央行不敢降息，因为钱一旦变便宜，可能让物价更可怕。这就形成一个夹击，通膨让日子难过，升息让贷款变贵，双重挤压下，购屋的欲望和能力都被削弱了。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的是建筑成本。近年原物料上涨，工资上涨，新建房屋的成本其实比以前高不少。一些建商叫苦，说盖房子不赚钱了，这是他们不愿意降价的一个借口。但是成本增加也意味着未来如果经济不济，停工烂尾楼的风险可能上升，因为预算压力大，对房市来说也不是好消息。利率、通膨、成本、贷款政策环环相扣，共同决定了未来买房不再像前些年那般轻松写意。4. 房子这么多，谁来买？供给过剩与空屋现象。谈了需求和钱，现在我们来看看房子的供给面。台湾房子真的不够住吗？很多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台湾地狭人稠，房子永远不够，难怪房价只涨不跌。乍听很有道理，但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用几个场景来感受一下供给的现实。晚上9点，你站在台北市某处豪宅区，抬头一看，高楼大厦灯火通明，不，许多窗户黑压压一片，那些不是没人住，就是没卖出去的新房。再走一走郊区的新开发重划区，一排排崭新的大楼矗立，但白天几乎看不到几个人进出，
仿佛一座座现代空城。其实，台湾有相当可观的房屋空置率。根据内政部统计，最近一年度全台空屋率约 9% 多，换算起来将近1成房子没人在住，全台可能有数十万甚至近100万户房屋是空着的。如果你听到这里感到惊讶，别担心，多数人都被房子不够的迷思误导太久了。特别是近几年，预售屋和新成屋大量兴建，但卖不掉的库存越积越多。统计显示，屋龄5年以内的新屋在某些县市的空置率惊人，基隆、高雄等地甚至超过3成，新北、台南也接近3成，就连台北市都有大约1/4的新屋5年内没人入住。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供给并非不足，而是严重过剩，只是这些房子要不还捏在建商手上，要不在投资客手中没释出而已。一旦某天他们决定抛售，市场上将涌出海量的卖压。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台湾特殊的囤房文化。不少有钱人习惯把房子当存钱筒，多买几户放着增值，也不急着出租，免得当包租公婆太麻烦。反正之前房价年年涨，不住也不租，空着都在涨价，何乐而不为？然而现在风向变了，囤房族的如意算盘可能不灵了。如果房价不再快速上升，持有多房的机会成本就凸显出来。空屋不但没有租金收入，还每年要缴税、缴管理费。万一政府在开征囤房税加重惩罚，多持有一天都是压力。而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房子不是躺着就赚的保险箱时，他们可能选择把房子卖掉换现金，这将使得市场供给进一步增加，形成恶性循环。房子越卖越多，买家却在减少，价格能不跌吗？供给面的隐忧还不止空屋。如果细看台湾的住宅结构，还有大量老屋亟待重建。都市更新、危老重建虽然能活化市容，但短期内也可能带来更多新屋供给。如果都更推动顺利，未来10年光6都可能就有上万栋老房子翻新重建，新屋量会持续涌现，除非人口或钱的数量也同步暴增，否则这些新增供给只会让房市更冷清。当蛋糕做大了，但吃蛋糕的人变少，结果会是什么？不言而喻。5. 政府出手，政策与法规的转向。前面我们提到了政府政策曾经是推升房价的一大推手。过去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对房地产市场可谓呵护有加，各种优惠措施、松绑管制轮番上阵，使得买房投资看起来稳赚不赔。然而随着民怨累积，年轻世代哀嚎买不起房，政府的态度也在改变。最近几年，一系列新政策和法规出台，剑指炒房和高房价问题，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首先来说说2023年初修正通过的平均地权条例吧。这套新法号称史上最强打炒房武器，不仅禁止预售屋买卖合约随便换人，以前有人买了预售屋转手卖合约大赚价差，俗称炒红单，现在这招被锁死了。还规定法人公司买住宅要经过许可，而且5年内不得转售，杜绝假公司之名行炒房之实。更狠的是，条例对各种炒作行为祭出重罚，比如散布不实涨价消息、联合哄抬价格、假交易制造热销假象等，一经查证最高可罚到5000万元，并鼓励民众检举乱象给奖金。可以说政府终于拿出了魄力，明着告诉投机客别再来乱了，抓到一次罚到你肉痛。除了平均地权条例，实价登录 2.0 的上路也提高了市场透明度。以前房价资讯不透明，买房子像黑市交易，你永远不知道隔壁成交价真实多少。有了实价登录 2.0， 所有房屋买卖价格都要在30天内揭露，连地址、屋龄、坪数、车位有没有都清清楚楚，这让假消息、假成交无所遁形，买卖双方资讯更加对称。当大家都看得到行情，卖家想漫天喊价更难，价格回归理性是迟早的事。再来谈谈大家关注的囤房税，正式名称是房屋税差别税率 2.0 方案。简单说，以前自住房屋税率低，多屋族额外的房子税率也没高到哪儿去，导致持有多户房屋的成本很低。很多人名下10几户房子，每年缴的税可能还比不上租金收益的零头，难怪囤房成风。新制从2024年7月开始实施，
规定个人持有第4户以上的非自住房，房屋税税率大幅调升，最高可达 4.8%， 是以前的上限 1.5 倍之多。虽然房屋税的税基评定价值偏低，实际金额不一定吓死人，但聊胜于无，至少传递出明确的政策信号，持有多房将付出更高代价。一些多屋族为了避税，已开始把空屋拿出来当出租房，或者干脆卖掉减少持有户数。长期看，这有助于增加市场供给，打击投机需求。最后别忘了，央行和金管会也从金融面持续锁紧房市，除了前面说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限制银行对第2户以上房贷成数、利率等，政府也盯上高房价热区的金融风险，不动产相关贷款过度集中，建商囤地囤屋等等，都在被监管单位关注。可预见的未来，政府不太可能再推出宽松让房价暴冲的政策，反而会见风不对就踩刹车。毕竟房价问题已成社会痛点，打房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政治正确，所以政策环境的转向将是压在房市狂飙之路上的一座大山。6. 投资客退场，自住当道。曾几何时，房市里唱主角的是背着现金、公事包杀进售楼中心的投资客，他们眼光毒辣，出手快很准，今天买进预售屋红单，明天转手马上赚100万。一般自住型买家根本抢不过这些专业炒家，只能眼睁睁看着房价被他们炒高，再咬牙接盘。但这一幕在最近2年发生了重大改变，投资客明显变少了。原因很简单，市场环境变了，炒房没那么好赚了。首先，当房价进入高档盘整甚至下修阶段时，投资客最怕的事发生了，买到手的房子赚不出去，或者卖了不赚反赔。过去10几年，他们习惯买了等涨，涨了再卖，这招现在不好使，房价不涨他们就没利可图。再加上前面提到政府法规把预售炒作的路堵死，很多短线客干脆不玩了。交易量的萎缩也让投资客却步，市场没量代表流动性差，万一想跑都跑不掉。想想看，一个投资客手上3、5间房，忽然成交量腰斩，他想卖个2间套现都找不到买家，这风险太高了。另一方面，自住买盘的心态也在转变。以前很多自住购屋者看到房价年年涨，生怕晚买就更贵，所以咬紧牙关也要赶快上车。可是当大家普遍预期未来房价涨不动，甚至可能下跌，买方态度就从焦虑变成观望了。根据房仲业者调查，现在有接近80%的民众认为买房应该至少再等1年以上，甚至觉得2026年之后或许才是比较好的时机。也就是说，大多数潜在买家并不急着现在买，他们更愿意等等看。毕竟房价这么高，再硬着头皮买恐成接盘侠，不如先存钱观望市场变化。投资客退场和自住买家观望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交易量大幅下滑。以今年年初为例，2025年1月，全台6都的房屋买卖移转栋数比去年同期骤减了40%以上，创下金融海啸后少见的成交惨况。量缩通常是价跌的前兆，当卖的人多，买的人少，价格势必要松动才能重新吸引买气。现在已经有不少社区出现溢价空间明显扩大，房东降价求售的案例。可以说，市场正从卖方天下转向买方市场，未来买房的人将更有议价主导权，不再是卖方随便开价就有人抢着要。当然，自住需求永远存在，只是现在的自住房买家比起过去更谨慎，也更挑剔了。他们开始重视房子的真正价值，地段好不好，生活机能如何，房龄状况、社区品质等等。因为只有好的房子才能抗跌，烂地点、烂品质的房子，以前投资客也许会为了短线价差照单全收，如今没人接手，就只剩价格一路探底。长远看，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房地产终于回归居住本质，让想要真正住好房的人有机会用较合理的价格买到品质好的物件，而炒短线的资金离开，市场少了浮夸虚火，也会更健康稳定。7. 国际资金与地缘政治的潜在风险。我们把视野放大到国际，有句话说，房地产是地球村的产物，全球的前朝和局势都会影响每个地方的房市。过去台湾房价上涨的一个隐形推手是国际资金宽松。当美国、日本、欧洲大放水，
利率趴在地板时，全球充斥的热钱寻找出路，亚洲新兴市场包括台湾的房地产就成了某些资金的乐园。特别是香港经历动荡后，一些港资也流入台湾买房避险，那段时间台湾房市等于吸了国际资金的奶水，自然涨得起劲。但是现在情况反了过来，全球资金环境紧缩，美国联准会几次升息，把资金成本拉高到金融海啸以来未见的水准。钱变贵代表投资报酬要求提高，台湾房地产那可怜的1.2%租金报酬率，对国际投资人来说吸引力变得更低了。换句话说，国际炒房资金没有理由涌进台湾，反而更可能流向利息更高、风险更低的地方。再加上今年各国对洗钱防治、资金移动监管加强，海外热钱想随便进出也难。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风险。老实说，国际投资圈对台湾有个隐忧，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自从乌克兰危机以来，很多外国人开始关注台湾海峡的风吹草动。对大型投资机构而言，台湾有爆发冲突的风险这件事，可能极大降低他们在台长期投资房地产的意愿。毕竟谁也不想房子哪天变占地废墟。虽然身在台湾的我们或许觉得战争几率不高，但资金是胆小的鹿，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逃走。事实上，有一些富裕的台湾人自己都在海外置产，移民分散风险，更何况外资。除了战争风险，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很多。美中对抗，全球供应链重组，如果台湾经济受到波及，房地产不可能独善其身。再比如说，万一国际上哪天资金大撤退，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那时候台湾的房市恐怕会首当其冲遭受打击。回想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或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房价都有明显下跌过，只是当时台湾因为后来马上有宽松政策救场，跌幅不算惨。但下一次如果再来，政府或许没有子弹了，毕竟现在利率不低，房价也在高点，那时候房价的调整压力可想而知。总之，从国际角度看，未来支撑台湾房价继续上涨的外力并没有什么着落，反而存在不少让房价下行的外部风险。买房这件曾经被视为最稳当的投资，现在也要考虑黑天鹅事件了。虽然我们希望永远不要遇到，但未雨绸缪总是好的。8. 泡沫会破吗？未来10年的风险展望。聊了这么多，你可能心里冒出终极疑问，所以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破？会跌多少？什么时候跌？没有水晶球能精准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未来10年内台湾房市发生调整的几率相当高，大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谓泡沫破裂，可以理解为房价出现剧烈下跌，市场信心崩溃的状况。这种情景在台湾历史上其实不多见，上一次比较像样的房市跌势要追溯到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时期和2010年代中奢侈税刚上路时。即便如此，那几次房价回档后过没几年又涨回去了。但这次可能不一样了，因为前面我们列举的那些因素从来没有同时在台湾出现过现在这样的组合。最乐观的说法是软着陆，房价不大涨也不暴跌，就这样高档盘旋，等着通货膨胀和所得慢慢追上来。软着陆的前提是没有重大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稳定成长，房价用时间换取空间，可能横盘10年，等到民众收入提高，实质负担降低，这对已买房的人来说算是不错的结局，对想买房的人则意味着要有耐心熬时间。但也有专家认为，房价要真正回归合理，硬着陆迟早得来一次。所谓硬着陆，就是明显的价格下修甚至泡沫破裂。比如在某些催化剂作用下，房价连续几年每年跌个2成，直到跌掉3-4成，市场买卖信心重挫。催化剂可能是利率再大幅上升，经济衰退严重，或某种金融危机。尤其大家现在普遍负债比以前高，经不起太大风浪。如果真的发生大规模房价下跌，很多之前高点买房的人恐怕会出现资产净值为负的窘境，引发连锁的断头卖压，变成恶性循环。这种崩跌场景不是没有可能，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在未来10年内上演。悲观的人甚至点名2026年前后风险最大，因为那时候前几年撑着不降价的卖家可能熬不住了，各种延迟效应开始爆发。
更可能的情境其实介于软着陆和硬着陆之间，局部泡沫破灭，整体缓步下调。也就是说，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房子命运可能大不同，品质差、地段不好的房子可能跌很惨，甚至几乎腰斩。特别是一些投资客集中的炒作区，一旦破灭会很凄凉。相反，一些供需关系健康、地段佳且稀有的物件，可能只是小幅修正或盘整，撑过这波调整后还是保有价值。总体平均而言，未来10年房价缓步下行或震荡盘整，让房价所得比等指标慢慢回到合理水平，这应该是较高概率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房市有个特色，资金体制相对稳健，多数屋主贷款成数没有很高，银行也相对保守，因此很多人即便房价下跌也不至于立刻断头卖屋，他们宁可不卖也不想赔本。这种情况下，房价调整往往走阴跌路线，而非像国际股市那样瞬间暴跌30%。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的画面是，成交量长期在低档，房价指数缓缓往下修正，社会上弥漫着买气冷清的氛围，但鲜少出现夸张崩盘日。但是在通货膨胀调整之下，房价实质价值已经跌去不少，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没那么吓人。总而言之，未来10年内要房价再出现先前那种疯狂飙涨已经非常困难，反而是各种风险在累积，让房价高处不胜寒。这对那些期待房价永远涨的人来说或许很失望，对梦想房价大跌捡便宜的人而言又嫌不够痛快。但对台湾整体社会长期稳定来说，其实未尝不是件好事。我们终于有机会摆脱房地产绑架经济的局面，让年轻世代不必为一个窝背上沉重枷锁。故事说到这里，相信你已经看清了未来台湾房市的种种隐忧和变局。房价不可能再无脑大涨，这几乎是可以下的一个定论。当然，这不代表房价一定暴跌或你永远不该买房，而是提醒我们，购屋决策要更理性、更审慎，不要再被错过今天、买不起明天的恐慌心理牵着走，也别听信某些业者鼓吹的再不买就来不及了。冷静想一想，你买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自住安身，还是为了投资获利？不同目的在这个时代下应对策略其实不一样。如果你是刚需自住，现在最大的好处是有更多时间挑选和谈判，房市不再疯牛乱跳，你可以货比三家，慢慢看，多比较，不用担心晚一点买房价就涨一大截。相反，或许再等等还有机会碰到屋主降价释出的好康。挑房时特别注意地段和房屋结构品质，宁可小一点、远一点，也要选个未来抗跌、自己住得舒心的。千万别因为卖方一句之后这区要涨就头脑发热。这年头，只有适合自己的房子才值得下手，不适合的就算打折也别勉强。如果你是投资型买家，那更要小心。过去闭着眼买房都能赚的日子结束了，未来房地产投资可能比拼的是眼光和耐心，而不是胆大和杠杆。现阶段与其追求短线暴利，不如考虑长期经营。例如，挑选可以稳定出租、有现金流的物件，或者透过房地产信托基金等渠道分散风险。毕竟大环境不支持暴涨，你的投资预期也要调整，脚踏实地看收益，而非幻想资本利得翻倍。最后，我们回到影片开头的初衷，在你看完这部片之前，千万别冲动买房。希望经过这番深入浅出的分析，你对台湾房价未来走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房地产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绝对的保险箱，它跟人口、经济、政策、全球局势都息息相关。买房子其实就是买未来10几年的生活与负担，所以多做功课，想清楚再行动，永远不嫌晚。谢谢你的耐心收看，希望这个分享能帮助你在房市狂雾中看清一丝方向。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启发，欢迎点赞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是某某，我们下次见。祝大家都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房子可以晚点买，但人生不能重来，好好把握属于你的未来。我们下回再见，拜拜。今天我们来聊聊让全人类疯狂痴迷的金属——黄金。最近川普的官方商店推出了一款总统金券，号称内含100毫克纯金，并高调宣称它的价值只会上升。
永不会下跌。然而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就在这张总统金券上线后不久，国际金价非但没有上涨，反而应声下跌，让人大跌眼镜。黄金真的只涨不跌吗？金价未来是否还有飞涨3倍的可能？为什么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对黄金如此着迷，仿佛对黄金的渴望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本能？今天，我们就从化学、商业到人类学多角度深入探索黄金的秘密。这也是在你投资黄金之前必须了解的底层逻辑和故事。首先从化学说起，元素周期表上有100多种元素，但能被人类选作货币和宝物的其实屈指可数。我们不妨来个排除法，常温下是气体或液体的元素直接淘汰，毕竟没人会用氧气或水银当硬通货。化学性质太活泼，容易生锈腐蚀的元素也不行，比如铁会生锈，钠遇水就炸。想想看，硬币见水就冒火星，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太过普通廉价的元素也没法当宝贝，沙子和石头遍地都是，再稀罕也不值钱。太稀有或者人工合成的元素更不可能，比如放射性的邮寄危险又少见，合成的爱因斯坦元素更是转瞬即逝。这么一圈剔除下来，符合条件的几乎只剩下金和银这对老伙伴。难怪在人类历史上，这2种金属长期充当货币和财富的象征。可是即便在它俩之中，黄金依然技高一筹。这是因为只有黄金真正耐得住时间，银子放久了会发黑失去光泽，银会和空气中的硫作用生成硫化银，让表面暗淡无光，而纯金块哪怕放上几千年仍然灿烂如新。不信请看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中的金面具，出土时依旧金光闪闪，仿佛昨日打造的一般。相反，同墓出土的银饰品早已氧化暗淡。由此可见，在化学性质上，黄金是最能扛得住岁月侵袭的贵金属。当人们想把价值传诸千秋时，选黄金准没错。可以说，大自然早已在元素周期表中钦点了黄金作为人类的终极财富载体。除了永不生锈、不易氧化，黄金还有其他独特的化学和物理特性，让它成为天选之金。首先，黄金足够稀有，却又不是稀有，到找不着，在地壳中的含量大约10亿分之几，仅仅是极为微量的掺杂。可正因为如此，它才珍贵。但黄金也没稀少到像某些铂金族元素那样，古代根本无法获得。大自然眷顾的把少量纯金以沙粒或小块的形式散布在河床沙砾中，远古人类无需冶炼就能直接拾取黄金。这一点很重要，人类几千年前就能发现并收集黄金。而像铂这种金属，由于熔点极高，矿石难寻，直到近代才真正大量面世。其次，黄金质地软而延展性极佳，一块金子可以被锤成极薄的金箔而不断裂，这意味着古代工匠很容易将黄金打造成精美的首饰、金器。再者，黄金有独特的迷人光泽和颜色，在众多金属中，绝大多数都是银白或灰色，唯有黄金呈现出温暖的金黄色，这是原子层面的相对论效应赋予黄金的特殊光泽。这抹金黄在人类眼中格外诱人，就像凝固的太阳余晖，让人过目难忘。可以想见，远古的河岸边，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拾起闪闪发亮的金沙时，那种惊叹和喜悦早已深深刻进了集体记忆。正因为化学性质上的近乎完美，黄金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人类最钟爱的珍宝。有人戏言，黄金是元素周期表里上帝给人类准备的宝藏。这话听起来夸张，却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化学角度看，黄金几乎是天然完美的价值载体，仿佛命中注定要被人类选中。然而，正因为黄金如此完美又稀有，获取黄金的难度也堪称地狱级别。在漫长的历史中，想要大量获得黄金，绝非一人一户之力可以办到，往往需要帝国级的组织力量。你也许听过这样的比喻，开采1吨黄金，平均要处理上百万吨的矿石或泥沙，耗费的能量以兆瓦计。在现代，提炼1吨黄金据说平均消耗约2万兆瓦的能量，相当于一座大型发电厂全力运转好几天。这个数字或许夸张，但道理不假。要从渺渺沙粒中提炼出金沙，
没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根本办不到。古今中外，每一次大量黄金的涌现，背后都是庞大的工程和权力在支撑。举几个例子，古埃及法老依靠成千上万奴隶在沙漠矿山开采黄金，只有法老的权威才能驱动如此浩大的工程，让黄金源源不断流向金字塔和神庙。传说埃及人把努比亚的黄金矿山开采殆尽，用金子铸就了法老的面具、权杖和陪葬品。在古埃及语中，黄金甚至被称为众神的肉身。法老相信自己死后以黄金为身，可以像太阳神一样永生不灭。又比如2000多年前的中华大地，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帝国，他铸造了统一的金币秦半两，并打造象征皇权的金币和金印，向天下昭示唯有皇帝可独占天下黄金。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话：富商巨贾腰缠万贯，莫敢僭用黄金；平头百姓别说用金铸币，连私藏稍多黄金都可能犯下大罪。黄金在古代中国基本是皇室和国家的专属战略资源，没有皇帝许可，你就是有财有势也不敢公开囤金。再看16世纪的西方，横扫南美的新西班牙帝国为了黄金不惜发动残酷的征服战争。征服者们在美洲大肆搜刮黄金，把印加人用来祭祀太阳神的金像通通熔成金砖，源源不断运回欧洲。传说1532年，西班牙人俘虏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瓦尔帕，皇帝为了赎命，答应用黄金填满一间屋子作为赎金。据说那房间足有几十平方米，他真的让臣民堆满了黄金器物，价值难以估量。可最终征服者还是撕毁约定，将他处死，把那些黄金据为己有。这一幕成为历史上人类贪婪的缩影。为了黄金，帝国可以征战四方，个人可以不惜背信杀戮。黄金的获得如此困难，以至于每一颗金子背后都可能藏着汗水、血泪，甚至生命。难怪有人说，黄金的光芒是用鲜血镀成。纵观历史，并非危言耸听，只有强权者、帝国和跨时代的大工程才能征服黄金、驾驭黄金。这也使黄金自古便带上了权力的光环，谁拥有黄金，谁就拥有了实力和荣耀。正因为如此，黄金自古就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在古代文明中，黄金往往只掌握在统治者和神庙手中，平民百姓难得一见。法老的王冠、皇帝的龙袍、国王的权杖，无一不镶满黄金。古埃及的图坦卡蒙墓中，光那副纯金棺椁就重达约110公斤。想象一下，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要积攒起100多公斤的黄金是何等夸张的财富，只有整个王国的权力与资源向一人倾斜才能办到。再看看东方，古代中国历代帝王登基时，都要接受象征无上权威的传国金玺，用黄金铸就的玺印代表着皇权正统。即使在民间传说中，黄金也总与帝王将相联系。比如说梁山好汉劫富济贫，分金分银，银子可以分给百姓，黄金往往要上缴朝廷或作为战略留存。因为在老百姓心目中，黄金是大人物才玩得起的玩意儿。黄金还常常和神灵与不朽相联系。古埃及人用黄金制作神像和陪葬品，希望逝者在来世也享受富贵。中国道教典籍中，炼丹家寻求点石成金之术，希望炼出长生不老的金丹，把黄金视作不灭之药。印度教的神庙穹顶常用黄金覆盖，据说可以与天界诸神沟通。几乎每个文明都把黄金推崇到超凡脱俗的地位。在中世纪的欧洲，炼金术士耗尽毕生精力，试图从贱金属中点化出黄金。国王和贵族砸下重金支持炼金研究，只为了能平白生出几块金子。尽管炼金术最后证明是幻想，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无论东方西方，获取黄金都是古人近乎狂热的追求。黄金是财富，更被视为权威、神圣和永恒的物质。它的闪耀光芒仿佛象征太阳的威严，谁拥有它，谁便被赋予某种神秘的荣耀。可以说，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黄金早已被塑造成了权力和神性的双重象征。千百年来，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凡夫俗子，都对那夺目的金色充满敬畏与渴望。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全人类对黄金都有这种近乎痴迷的热爱？难道真是我们的基因里写下了对黄金的渴望吗？毕竟，就算相隔万里、互不相知的文明，
也都不约而同地珍视黄金。例如古埃及人爱金，古中国人也爱金，美洲的玛雅和印加人同样视黄金为神之汗滴。这种跨文化的一致性令人联想到是否有某种人类共同的本能在起作用。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此也很好奇，提出了各种解释。其中一个有趣的说法是，人类爱亮晶晶的东西本质上是对水源的渴求在作祟。我们的远古祖先在干旱环境中生存，清水对生命至关重要，而阳光下的水面往往波光粼粼，闪闪发亮，所以进化让我们对那种明亮反光的视觉信号格外敏感和喜欢，因为它意味着那里有水，那里有生存的希望。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不再每天为找水发愁，但这份进化遗产可能仍在潜意识里发挥作用，使我们天生对一切闪闪发光的东西感兴趣。心理学实验也提供了一些印证，研究者发现，连婴儿和幼童都会被光滑闪亮的物体吸引，甚至在让一组成年人避免饮水数小时后再给他们看图片。口渴的人更偏好光泽闪亮的图片，似乎大脑把亮光和水的奖励联系得更紧密。这种偏好并非人类独有，有些动物同样对亮晶晶的物件情有独钟。最典型的要数喜鹊，据说喜鹊会衔走发亮的小饰品装点自己的巢穴。或许对于我们物种来说，爱闪光早已写进生存本能，只不过表现在现代就变成了对黄金珠宝的喜爱。当然，科学解释是一方面，民间还有更富想象力的传说。有人提出脑洞大开的假设，会不会真的有某种远古编程把对黄金的渴望刻进了人类基因？比如一些神秘学和阴谋论者声称，传说中的史前文明早已发现黄金的特殊价值，甚至有传言说外星来的阿努纳奇人创造了人类这个物种，就是为了替他们挖掘地球上的黄金。这个听起来荒诞不经的理论在网络上颇有市场。据说苏美尔泥板上记载的神明让人联想起外星采矿者把我们当作提金的工具。当然，这些传说没有严肃依据，我们姑且当作笑谈，但不得不承认，关于黄金的诱惑，人类自己也编织了无数神话。圣经中描述的天堂遍地黄金，古希腊的传说里有点石成金的米达斯国王，还有沉迷黄金而覆灭的传说之都亚特兰蒂斯。所有这些故事都指向一个共通的主题，黄金犹如一种魔力，通过人类的想象在神话与传说中发光发热。从本能到神话，从科学到传说，多重角度都揭示出黄金对人类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也许我们真的天生对那抹金黄毫无抵抗力，无论理性如何约束，看到黄金时内心总会泛起一丝原始的悸动。既然黄金如此珍贵诱人，那么它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地位自然无可撼动。黄金不仅是古往今来各国财富的象征，更是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存在。早在2000多年前，人类就正式将黄金纳入货币体系。公元前6世纪，古代利迪亚王国位于今土耳其一带的国王克罗伊斯铸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币，将天然金银合金、锭金铸成标准化的硬币用于贸易。此后，金币和银币成为各文明通用的货币形态。金钱一词正是源自黄金。在中国，黄金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成为老百姓日常交易的货币，因为实在太珍贵了，但也一直作为高价值储藏和朝贡之物存在。比如汉朝时，各诸侯王向皇帝进贡黄金以示效忠。唐宋时期民间的大额交易也经常使用金锭。进入近代，黄金更是直接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石。19世纪各强国纷纷实施金本位制度，简单说就是发行的纸币都以一定比例的黄金为保证，国家储备多少黄金就能发行多少货币。黄金由此从宝库走向银行金库，成为各国信用的最后背书。一直到20世纪中叶，黄金在国家财富中的地位都不可替代。举个例子，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承诺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在与美元挂钩，黄金实际上扮演了全球货币锚的角色。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史称尼克松冲击，各国货币才开始自由浮动，黄金退出了官方定价的货币舞台。然而，黄金并没有因此失去光彩，恰恰相反，
自从不再被钉死在每盎司$35的低价后，黄金的市场价格一路飞涨，用事实揭示了法定货币长期贬值的现实。70年代美元狂印钞，通货膨胀高企，投资者纷纷涌向黄金避险，金价从每盎司$35疯涨到1980年前后的$800上下，短短10年翻了20多倍，堪称飞天黄金。虽然随后金价有所回落，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沉寂，但进入21世纪又迎来新一轮大牛市。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大放水，黄金作为硬通货再次受到追捧。2011年，金价一度突破每盎司$1900，创下当时历史纪录。此后几年略有起伏，但到了2020年前后，新冠疫情肆虐，经济不确定性剧增，黄金价格又飙升并刷新高点。目前黄金仍在高位运行，不少分析人士预测未来几年黄金仍有上涨空间，甚至有乐观派喊出金价再涨3倍的惊人预期。当然，这类预测往往带有炒作成分，需要理性看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纸币泛滥、全球局势动荡的大环境下，黄金作为终极避险资产的魅力与日俱增。各国央行这几年也在疯狂增持黄金储备。据统计，全球央行黄金储备总量已经创下几十年新高，连国家层面都在囤金防风险，可见黄金的战略地位依旧稳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每当经济风雨飘摇时，买点黄金保值几乎成了一种本能选择。这种集体行为进一步巩固了黄金的价值地位，可谓信仰成就黄金。黄金已经不单是冷冰冰的金属，更承载了人类对财富稳定性的信仰。正因如此，它常被誉为永恒的货币。有趣的是，即便进入信息时代，我们在虚拟数字领域仍能看到黄金的身影。近10多年来兴起的加密数字货币，最出名的当属比特币。比特币诞生于2009年，其设计初衷就是充当数字黄金，总量被限定在2100万枚。新的比特币通过计算机挖矿产生，需要耗费大量算力和电力，这不正是模拟现实中挖金矿的过程吗？就连矿工、挖矿这些术语，也是直接借用了黄金开采的概念。可以说，人类在数字世界里复刻了一个电子黄金的游戏。比特币支持者将其奉为避险资产的新选择，称数字代码可以取代实物黄金，成为价值存储。然而，到目前为止，黄金依然牢牢占据价值储藏的王座。比特币价格经历疯狂涨跌，表现出高度的投机性和不稳定，而黄金数千年来起起落落，却始终保有内在价值，从未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官方态度也很鲜明，储备资产可以是黄金，但绝不会是比特币等数字币。这也折射出黄金独特的信用基础，它的价值不依赖任何机构的担保，也不需要网络和电力支持。只要人类文明存在一天，黄金的化学属性和稀有性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因此，即便科技日新月异，我们登陆火星，发展量子金融，黄金很可能依旧是人类财富金字塔的基石。反倒是那些虚拟的数字金矿，在真正风暴来袭时未必靠得住。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全球电力网络崩溃，所有数字资产灰飞烟灭，而你手中的黄金依旧闪闪发亮，可以拿它换取生存所需。这听上去像末日小说的情节，但也从侧面说明了黄金作为终极保值物的可靠。或许正因为明白这一点，人类社会从未停止对黄金的追逐，无论实物还是数字层面都是如此。而每一次新的追逐，又进一步强化了黄金在人类心中的神话地位。聊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黄金只涨不跌是真的吗？金价未来真会疯涨3倍吗？纵观历史，黄金的价格确实总体上一路上涨。如果以几十年、100年的尺度来看，黄金保值增值的能力有目共睹。然而短期来看，只涨不跌显然是一种神话般的夸张。事实证明，每当有人对黄金抱有过度乐观的幻想时，市场往往会以戏剧性的方式泼上一盆冷水。川普吹嘘黄金只会上涨不会下跌，结果话音未落，金价就下行，就是最新的例证。在过去，类似的情形也屡屡出现。1980年金价冲上历史峰顶时，
不少投资者以为黄金能持续攀升，结果随后20年，黄金进入漫长低谷，很多高位买入的人损失惨重。2011年金价再创高点，当时坊间盛传各种耸动预测，什么黄金破$5000指日可待，结果随后几年黄金价格腰斩。由此可见，即使黄金有深厚的价值支撑，它的市场价格依然会受到供需、利率、政策等因素影响而大起大落。毕竟黄金再迷人，它也是一种商品，会随人类的贪婪与恐惧而波动。这正是投资黄金需要了解的冷静事实，千万别因为对黄金的迷恋就以为它永远安全。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对黄金又爱又怕，该疯抢时绝不手软，该抛售时也绝不含糊。所以聪明的投资者应当既了解黄金跨越千年的内在价值，也认识到市场情绪带来的阶段性风险，学会以平常心看待金价涨跌，才能真正驾驭这份闪耀的资产，而不被一时的疯狂情绪裹挟。最后，让我们站在更宏大的视角审视黄金在人类文明中的意义。几千年来，黄金贯穿了人类的战争与和平、信仰与欲望。从远古部落在河边淘金，到古代帝国争夺金矿，从大航海时代为了黄金殖民开拓新大陆，到现代社会金融市场上黄金价格的每一次跳动，黄金见证并影响了无数历史进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金属像黄金这样，既是自然造物，又深深嵌入人类故事，发出耀眼光芒。黄金的魅力来源于化学，也超越了化学。它既体现了物质的稀有恒久，也折射出人性的贪婪梦想。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看到黄金时都会心生向往，那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共鸣，仿佛祖先的低语在血脉中回响，诱惑我们伸手去触摸那永恒不灭的光。黄金既然如此疯狂迷人，我们就更应该理性地看待它的价值。记住，你手中的每一克黄金都凝结了无数先辈的汗水和故事，它是超新星爆发时宇宙锻造的珍宝，是帝王将相争夺的战利品，是科学家难解的化学谜题，也是平凡人寄托财富安全感的依靠。了解了这些秘密，你再回头看手中的金戒指、金条，或是账户里的黄金投资凭证，是否感觉分量都不一样了呢？黄金会不会继续涨下去？也许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人类依然渴望美好和恒久，我们对黄金的迷恋就不会消散。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黄金仍将闪耀在人类舞台的中央，见证我们的文明起落和梦想荣耀。正如有人所说，王朝更替，科技变迁，唯一不变的是人性对黄金的永恒追逐。这就是黄金，这就是疯狂的黄金。希望今天的深度探讨能让你在投资黄金之前，对它有更加清醒又敬畏的认识。愿你在金光与理性中把握好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祝大家都能既享受黄金的光芒，又不被它所惑。我们下次再见。在瞬息万变的时代，10年之后，你手中的房子和存款还能像过去一样稳稳保值吗？别忘了，时代在变，财富的避风港也在悄然转移。香港首富李嘉诚最近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引发了热议。他提到，未来10年，有4类资产或将成为保值的关键，并建议大家趁早布局。对于手握房产和存款，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守护财富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番话尤其值得一听。难道房子和存款也不保险了吗？许多人也许感到疑惑。然而，这番提醒既然出自一位在商界摸爬滚打一甲子的传奇人物之口，就不能不令人深思。李嘉诚何许人也？这位绰号超人的商业传奇，历经战乱和经济起伏，从白手起家到坐拥千亿身家，见证了无数资产盛衰的轮回。他如今已将近100岁高龄，却依然思虑着未来的投资方向。当这样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给出忠告时，不妨静下心来听一听。要知道，过去把钱存在银行或许稳妥，可如今利率跑不过通胀，光靠存款只能眼看着购买力缩水。他所看好的4类资产到底是哪4类？他们为何能在未来10年里脱颖而出？接下来，我们就像听书一样，循着故事一步步揭开谜底。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许多人最熟悉的资产——
房地产，中国人常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拥有自己的房子，人才能安心。李嘉诚年轻时就意识到土地和房屋的巨大价值。上世纪60、70年代，每当房地产市场低迷，众人避之不及时，他却敢于逆势出手，趁低价大量购入土地和楼宇。正是凭借这种独到的眼光，他在随后房地产高涨的年代大获其利，积累起了早期的财富。可以说，房产曾是他建立商业帝国的重要基石，也是过去几十年许多中国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首选。然而，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李嘉诚深知，任何资产都有周期和风险。近年来，当楼市一片火热时，李嘉诚却出人意料地开始出售部分内地的物业。这一举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少人猜测，难道连地产大王都觉得房子不再那么可靠了吗？其实，李嘉诚并非唱衰房产，他一向主张居安思危。当大家都疯狂抢房时，他反而警惕潜在的泡沫风险，选择见好就收。未来10年，房地产仍然会是重要的资产类别，但未必再像过去那样躺着赚钱。原因很简单，时代背景变了。要知道，在过去20-30年里，房价的飞涨让无数中国家庭实现了财富跃升，这几乎成为一条铁律，买房就意味着保值增值。上一代人笃信房产等同于财富保障，许多人靠买房发家致富。然而李嘉诚深谙，再坚挺的市场也有回调的一天。上世纪90年代，日本楼市泡沫破裂便是前车之鉴，房价暴跌令无数人一夜之间财富缩水。李嘉诚正是敢于突破思维定式，提醒大家不要被过往的经验冲昏头脑。首先，人口和城市发展的红利在减退。过去几十年，中国城镇化高速推进，房价一路水涨船高。然而，如今人口老龄化，新生人口数量下降，住房需求的增速在放缓，一些3、4线城市甚至房屋空置和人气不足的问题。其次，政策层面调控严格，房住不炒的基调让炒房投机难以为继。再次，目前不少地区房价收入比其高，租金回报率却偏低，靠多套房收租的好日子越来越难。可以说，房地产正从高歌猛进转向平稳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中国人对房子的迷恋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从安居乐业的古训到父母为子女准备婚房的传统观念，房产长期被视作安全感的象征，这也导致一种集体心理，觉得只要有房在手，心里就踏实。然而，正如经济学家所言，市场有其周期，房价不可能只涨不跌。李嘉诚敢于突破大众思维，正是提醒大家不要过度迷信过去的规律。事实上，几年前李嘉诚就曾高价出售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部分地产项目，一度引发李嘉诚撤资的传闻。有人疑惑，连他自己都不看好楼市了吗？然而李嘉诚只是淡然回应说，这只是正常的商业决策。果然，随后几年房地产市场日趋冷静，他的提前抽身再次彰显了深谋远虑和独到眼光。当然，房子毕竟承载着居住刚需和土地稀缺的属性，其长期价值仍有支撑。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拥有一套自住房意味着晚年生活有了安稳的依靠，这一点李嘉诚也深以为然。他深知有恒产者才会有恒心，但如果已经有了住房，也不宜再把全部家当都压在房产上，指望暴涨。正如李嘉诚的实际行动所示，适时降低对房产的过度依赖，腾出一部分资金去布局其他领域，才能让财富配置更稳健。那么，除了房子，还有什么能在风浪中为财富保值护航？自古以来，每当乱世动荡，人们总会把目光投向一种闪闪发光的硬通货。没错，说的就是黄金。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硬通货，自古以来就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黄金之所以备受青睐，不仅因为其物以稀为贵，更因为它在心理上给予人独特的安全感。每当局势不稳，许多人本能地选择把手中的纸币换成真金白银，只有握在手里的沉甸甸的黄金，才能让人心里踏实。纵观金融史，每隔一段时间，黄金价格总会出现大幅上涨，让那些提前布局的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比如上世纪70年代西方通胀高企时，
黄金迎来了一波暴涨潮。又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避险资金涌入黄金，推动金价在随后几年连创新高。历史一再证明，当纸币变得不再可靠，黄金往往就是最后的财富守护者。李嘉诚这样的老谋深算之人，自然也对黄金青睐有加。据报道，在2017年，他多年来首次重新大举涉足黄金投资，打算购入金矿公司的股权，甚至考虑将实物黄金运回香港。这背后的原因，正是出于对全球局势和金融风险的警觉。国际形势越是风高浪急，像李嘉诚这样的投资老手越懂得未雨绸缪，把目光重新投向黄金等硬通货。他们并不是指望黄金大涨获利，而是视其为对冲极端风险的保险。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贵金属往往是在系统性危机中依然闪光的资产。展望未来10年，高债务和地缘政治冲突以及货币超发等隐忧依旧存在，黄金的避险角色只会更加突出。事实上，近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央行都在不断增持黄金储备，正是着眼于长远的保值需求。对于个人来说，在资产组合中适当配置一些黄金，可以在关键时刻起到保护作用。许多中国长辈喜欢买金首饰和藏金条，也是出于这种朴素的避险意识。手中有金，心中不慌，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黄金的局限。和平繁荣时期，黄金价格可能长期波澜不惊，甚至小幅下跌，因为相比之下，股票、地产等资产的回报更具吸引力。而且黄金不会生息，持有它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可能的收益。因此，投资黄金要抱着平常心，更适合作为保险而非投机手段。李嘉诚和许多富豪一样，持有黄金更多是为了不时之需，宁可在风平浪静时默默守护，也要在风雨来袭时有所倚靠。谈完了有形的房产和黄金，我们再来看看无形的财富。李嘉诚认为，有一种投资的回报远超金钱，那就是教育。他曾直言，要掌握未来的发展理念并应对变化，投资教育是核心关键。李嘉诚的亲身经历更是证明了知识的力量。少年时因家境变故，他不到15岁就被迫辍学谋生，但他并未因此停下求知的脚步。天，他在茶楼端茶送水，在工厂辛苦做工；夜晚，他抓紧一切机会读书学习。据说当年他在塑胶厂当学徒时，还会省下钱来复印国外的塑料行业杂志，努力研读里面的技术资料。正是靠着这股拼劲，李嘉诚在技术和市场趋势上不落人后，抓住机遇创立了自己的塑胶工厂，打下了日后商业帝国的基础。也因为深知知识的重要，李嘉诚在功成名就之后，投入巨资回馈社会，重点支持教育事业。他把自己创立的基金会视作第3个孩子，划出1/3的身家注入其中，用于教育和医疗等公益项目。他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他每年都通过基金会向教育领域捐资助学，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发展，希望更多有志之士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李嘉诚对教育的热忱不仅停留在口头上，更落实在行动中。1981年，他捐资创办了汕头大学，这也是国内首个由私人基金持续资助的公立大学。几十年来，李嘉诚基金会在教育领域累计投入超过200亿港元，让无数寒门学子获得深造机会。他常说，与其给人财富，不如给人智慧。在他看来，知识就是点石成金的炼金术。遗憾的是，不少人往往更愿意把钱花在看得见的物质上，却舍不得在学习上投入。这种心理就像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收益。李嘉诚一再强调，学习是对自我的最佳投资，因为它看似无形，却能决定一个人未来的高度。对于普通人来说，教育同样是改变命运的利器，尤其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力本身就是财富。未来10年，新技术和新行业层出不穷，如果我们停止学习，原有的技能和知识可能很快贬值过时。许多中年人工作后自觉经验丰富，不愿再学习新东西，殊不知时代抛弃你时，连招呼都不会打。
反观那些持续学习的人，即使年过半百，照样能够跟上时代步伐，在职场上保持竞争力，在理财上做出明智的决策。中老年朋友或许觉得自己上了年纪，学新东西很吃力，但李嘉诚告诉我们，真正拖累一个人的不是年龄，而是固步自封的心态。李嘉诚本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即使日理万机，他仍坚持每天大量阅读，关注各行业的新趋势，也难怪他能紧跟时代脉搏，提前捕捉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商机。相反，如果我们对新知识和新技术一概拒绝，只守着陈旧的观念，那么财富再多也可能坐吃山空。近年屡见不鲜的骗局和金融陷阱，往往就专挑那些缺乏相关知识的人下手。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因为不懂网络和金融，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损失惨重。这更说明学习本身也是保财的必修课。那么，人到中年乃至老年，再学习还有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只要肯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知识不像财富那样会缩水，相反，它会在你的大脑里累积增值，为你的后半生不断赋能。投资教育不一定只花钱上培训班，更广义的是指对自身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比如学习理财知识，了解基本的经济规律，可以让我们避免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此外，培养持续阅读的习惯，广泛涉猎各领域的信息，可以提高我们识别陷阱和判断趋势的能力。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更是许多家庭为下一代铺路的重要规划。教育投入的回报或许无法立刻体现，却会在日积月累中厚积薄发，在无形中为家庭创造巨大的价值。李嘉诚说过，30岁以前要靠体力赚钱，30岁以后就要靠钱赚钱，而要让钱替你赚钱，首先就得让脑袋值钱。这个道理，也许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真正领悟。说完了教育，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未来，也就是科技领域。过去几十年，科技革命一波接一波，深刻改变了世界的财富格局。从个人电脑到互联网，再到智能手机，乃至人工智能，每一次技术飞跃都创造出一批新产业和巨额财富。李嘉诚虽然发家于传统行业，却从不忽视科技带来的机遇。他很早就开始涉足科技创业投资，布局那些具有颠覆潜力的新兴技术公司，并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还组建了专门的风险投资团队，在全球范围内物色有潜力的创新项目，提早布局未来的科技版图。早在2007年前后，年逾80的李嘉诚就以独到的眼光投资了一家当时默默无闻的社交网站 Facebook。 当很多同龄富豪还对互联网一知半解时，他已悄然站在了时代前沿。几年后， Facebook 用户爆发增长，市值飙升，证明了他的判断。此后，他的投资触角伸向多个科技赛道，从被苹果收购的语音助手 Siri， 到被谷歌相中的地图导航应用 Waze， 再到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以及后来大获成功的视频通讯软件 Zoom，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尤其是 Zoom， 李嘉诚当初投入的几百万美元，随着公司上市以及2020年全球疫情下用户量激增，账面价值飙涨，据估计已经达到数十亿美元。这桩以小博大的传奇投资，也让世人见识了科技资产的惊人增值潜力。科技领域之所以蕴含巨大机会，正是因为它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嘉诚深谙此理，他清楚地知道，能掌握未来趋势并且灵活应变的人，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科技无疑是驱动未来趋势的引擎。当今世界最具价值的一批企业，大多属于科技行业。可以预见，未来10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领域将与新能源一道孕育出更多颠覆性的创新和财富机遇。如果我们对这些领域置若罔闻，我们的资产增值恐怕也会跑输时代。科技的发展往往瞬息万变，伴随优胜劣汰的法则。历史上不少曾经显赫一时的企业，因为跟不上科技浪潮而衰败，比如昔日胶卷巨头柯达因错失数码相机时代而破产，手机霸主诺基亚在智能机时代也一蹶不振，都是被时代淘汰的典型例子。当然，科技投资往往伴随着高波动、
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教训犹在眼前，我们绝不能盲目跟风炒作。然而，如果因噎废食，完全回避科技，又可能与时代脱节，错失潜在的巨大发展机会。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关键在于平衡。我们可以将一部分资金配置到优质的科技龙头企业或相关基金上，以分享行业长期增长的红利。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科技发展的动向，及时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从而在必要时调整自己的投资和生活方向。即便不直接投资股票，了解科技趋势也有助于我们做出更明智的财富决策。对年长者而言，拥抱科技可能需要迈出舒适区，但其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让生活更便利；了解一些数字理财工具，使资产配置手段更加丰富；支持子女投身新兴科技产业，为家庭未来储备潜在的增长动力。李嘉诚用行动证明了，年龄从来不是问题，思维固化才是障碍。只要我们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态，就不怕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综合来看，李嘉诚提出的房产、黄金、教育、科技四大资产各有其独特的价值逻辑，他们一个侧重稳，一个侧重避险，一个着眼人力资本，一个面向未来机遇，可谓涵盖了财富保值增值的方方面面。对于中老年人乃至所有希望守护财富的人而言，与其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不如参考李嘉诚的思路，打造一个多元而平衡的资产组合。最后要提醒的是，布局这些资产最忌讳拖延懈怠。李嘉诚常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些在风平浪静时就提前布好局的人，才能在风浪来袭时泰然自若。10年看似漫长，但真正开始规划时才发现岁月匆匆。想想10年前的自己，有没有错过某些本可以改变现状的机遇？与其让未来的自己追悔，不如现在就着手行动。无论是买房还是买黄金，或者报名一门课程学习新技能，又或者购入一只看好的科技股票，都要结合自身实际，尽早做出决定。李嘉诚的这番忠告不只是投资箴言，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他提醒我们，只有不断充实自己，提前谋划，并且分散风险，我们才能在未来的变局中稳稳立足。经济行情也许难以预料，但有准备的人总能未雨绸缪，稳健谋划，不疾不徐地优化资产配置。从现在开始，踏实走好每一步。10年之后，当别人还在感叹光阴飞逝时，你或许已经因为当初的远见而收获满满，真正达到了衣食无忧。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智慧，积极布局，静待时间的玫瑰悄然绽放。一位银行内部员工冒着丢饭碗的危险爆料说，60到80岁的老人必须马上停止存款。听起来夸张吧？老人家把钱存在银行不是最安全的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银行自己人都出来喊话？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惊人内幕，保证让你大开眼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连续反转，超出想象。看完之后，你会庆幸现在知道还不晚。首先抛出第一个悬念，老人家存在银行的钱真的安全吗？一般人都觉得把辛苦积蓄存在银行，领点利息，稳稳妥妥。尤其老一辈经历过苦日子，更相信银行是最可靠的地方。但是一位知情的银行员工却透露，对于60到80岁的存款老人来说，银行可能暗藏看不见的风险陷阱。什么陷阱？我们一个个来说。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陷阱，就是存款变投资，被不当销售坑惨。很多长辈去银行存钱时，都会遇到柜台或理财专员热情招呼，大叔大妈，要不要了解一下收益比定存高的理财产品？听起来是为您着想，实际可能是在挖坑。有真实案例为证，一位75岁的王奶奶，原本有将近900万元的定存和300多万的存股，稳稳拿利息过日子。可是呢，就在家人不在身边的1、2年里，和他往来10多年的银行理专突然特别勤快，不断劝说他，您退休了，要学会理财，让钱滚钱啊！这款产品很好，之前很多人都赚到钱。王奶奶年纪大，有点健忘，拗不过对方的殷勤，结果把定存解约，股票卖掉，分批买入了某外国股票。
谁知碰上市场大跌，短短时间账面亏损了几百万元，老人家的90%积蓄就这样蒸发了。更可恶的是，家人发现后去银行投诉，银行居然拿出一段录音，里面王奶奶亲口表示，我清楚明白这产品的风险，还有一张她签名的风险评估表，显示她是积极型投资人。家属傻眼了，老人家平常连股票是什么都说不清楚，怎么可能是真心明白风险？原来理财专员有套路，他们在电话录音时诱导长辈说清楚明白，甚至问您投资最重要的目标是啥。王奶奶随口选了获利赚钱，结果就被归类为追求收益。能承受风险的人，这下银行有了证据，推得一干二净。佣金他们早拿走，亏损却让老人自己扛，家属气愤又无奈，这钱几乎是老人家的养老救命钱啊！别以为这是极端个案，现实中类似事件一再上演。有的老人被熟悉的银行经理哄着买基金、外币商品，结果亏光积蓄；有的甚至90岁高龄还被兜售复杂的投资型保单。是的，你没听错，台湾曾有90岁的老先生，而且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师，被银行理专说动，买下了一份投资型保险。90岁了还买投资险，荒不荒唐？可这真发生了，而且不止这一例，还有80多岁的长者居然在保险业务员连哄带骗下，买下20年期，每年保费高达数十万的新保单。试想一下，一个80岁老人要一路缴费到100岁，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些业务眼里只有业绩和佣金，哪管老人之后会不会因缴费压力吃不消。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银行和理财专员为什么敢这样对待老人家？银行不是应该审慎负责吗？这就揭开了第二重内幕， KPI 业绩压力扭曲了银行销售行为。这一点很多银行员工都心知肚明，但不敢明说。所谓 KPI 就是业绩指标，银行每季每月都会给员工压任务，卖出多少理财产品、保险、基金等，否则奖金扣光，甚至饭碗不保。尤其年长客户往往存款多，风险意识弱，在某些不销从业人员眼中简直就是肥羊。有银行主管私下坦言，年轻人精明不好骗，很多银发族反而比较好说服。换句话说，长者的钱好拿，于是一些理专为了冲业绩，什么手段都使出来。想象银行晨会上一幕，经理拍着桌子喊，这个季末还差5张保单，大家加把劲。业务员们个个压力山大。就在这时，一位满头银发的李伯伯走进银行存钱，理专小张眼睛一亮，仿佛看到救命稻草，赶紧迎上去嘘寒问暖。李伯伯您好，哇，最近有款理财产品很适合您了解一下。接下来就是各种套路轮番上阵，高收益、稳健、为您好等关键词轮番轰炸，一通操作猛如虎。最后李伯伯很可能稀里糊涂就买下并不适合自己的商品，业务员松了口气，业绩达成一单，而老人家则从此埋下隐患。这样的情景在各大银行营业厅并不罕见。台湾立法委员曾经总结银行对银发族销售的4大乱象，听完让人心惊。一是理专长期和老人家大量资金往来，却从不确认对方健康和认知状况，哪怕客户都85岁、90岁了，还是照推不误。二是有理专怂恿高龄者去借钱再来买投资型保险，资金不够也要想办法卖你产品，简直疯了。三是卖的商品风险太高，期限太长，完全不考虑老人需求，比如刚提到的那些荒唐案例。四是一旦发生老人重大亏损纠纷，银行往往被动应付，缺乏积极处理，拖自觉等老人自己认栽。这些问题说白了都是为业绩论惹的祸，把服务对象当成了提款机。至此可以初步揭晓，银行内部人员让老人停止存款，其实是在警告长者们别当银行业绩机器的猎物，光把钱存着不动，你以为万事大吉，但对方早就虎视眈眈，琢磨怎么说服您存转头，好从您身上赚取高额佣金。所以老人家们要提高警觉，银行未必总是您以为的避风港，有时也是暗藏风险的交易场。然而银行内的销售陷阱还不是全部，接下来更可怕的一幕来了。第3重陷阱，诈骗集团假借银行名义下手，专挑老人痛宰。
近年常听人感叹台湾是诈骗天堂，很多老人家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中了招。而诈骗集团最爱用的伎俩之一，就是冒充银行或相关单位取得长者信任，然后一步步诱导转账。典型手法是什么呢？举几个场景你可能就听过。某天，阿公接到一个自称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您好，我是某某银行总行风控部门，您的账户涉嫌不法活动，需要立即配合将资金转到监管账户，否则就会被冻结。听到账户冻结，银行来电，很多长辈立刻紧张起来，慌忙按照对方指示跑到 ATM 操作，结果把钱汇到了骗子的腰包。还有的骗子冒充警察或检察官，谎称在老人账户里发现可疑资金，要其配合调查，把钱转出去验资。这些套路其实已被宣传过无数次，但仍然有长者受骗，就是因为骗子往往抓住老人信任权威、害怕麻烦的心理，电话里一口一个我是为你好，再搬出银行、警方的幌子，很多老人家就招架不住。更阴险的是，有些诈骗会先寄给你一封银行通知，例如谎称有人误将钱汇入您的账户，请联系办理退还。信上有银行 logo， 有签章，看起来煞有其事。老人一看是银行公函，往往不疑有他，打电话过去就落入圈套。对方会一步步诱导到 ATM 上，输入一串代码，其实是转账指令。就这样，辛苦钱秒变骗子的钱。事后老人还以为是配合银行操作，直到余额清零才恍然大悟。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真实而让人痛心的案例。高雄有位82岁的吴爷爷，晚年积蓄约1200多万新台币。他误入一个假投资的诈骗 LINE 群组，对方假扮股市高手，天天在群里洗脑他投资赚钱。结果短短几个月里，这位爷爷竟然陆续11次跑到多家银行提领现金，共提走1227万元。每次他都把钱拿给诈骗集团派来的车手倒钱投资。银行柜员呢，全程没有多问一句。也许在他们看来，老人取自己的钱无可厚非，不好干涉。直到几个月后，吴爷爷迟迟收不到货，报警才发现血本无归。这时候钱早被分赃一空，所幸警方后来抓到几个车手，但资金几乎追不回来了，一辈子的积蓄说没就没了。这件事也暴露一个问题，银行作为防诈骗第一线，有时并未尽责提醒。按理说，老人连续取这么多现金，银行应关怀提问，例如您这么大笔提款要做什么？是否有人要求您这么做？如果当时有人多问一句，或许悲剧就能避免。但很遗憾，并没有。骗子的手法层出不穷，不少还是与时俱进。例如，最近还有人接到诈骗电话，冒充金管会银行局专员，对方可以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声称发现你在某银行开账户涉嫌洗钱，要你配合调查。不明就里的长者一听，连金管会都打来，哪敢？又或者，诈骗集团会利用老人喜欢用 LINE 的习惯，在社群发送假银行网站链接，一点击就中木马，盗走网银密码等等。可以说，只要跟钱有关的环节，都可能被不肖之徒利用。而长者由于资讯不灵，警觉性弱，更是重灾区。每年警方公布的诈骗受害统计中，60岁以上长者占相当比例。不法分子早把长辈当成肥羊，排列出各种脚本，一个电话、一则简讯就能让老人家辛苦钱拱手送上，真是比强盗还可怕的无形银行劫案。听到这里，可能有长者会说，我年纪大了，干脆什么投资都不碰，骗子电话也不接，就存定存，总安全了吧？且慢，事情还有反转。因为即便您选择什么都不做，只是存款，也还存在一些隐蔽的风险和问题。这部分是我们要谈的第4层，高龄客户在金融体系中遭遇的歧视与困境。刚才为了保护长者，我们批评了银行乱卖产品的行为，那么有没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干脆禁止银行卖高风险商品给高龄人，这样不就杜绝了不当销售吗？台湾金管会确实曾有类似规定，比如规定银行不得主动向70岁以上长者推荐衍生性金融商品，产品说明书、打电话推荐都不行。听起来不错吧？但是这里出现一个两难，保护还是歧视？有些金融从业者和高龄人士提出，如果一刀切限制长者购买金融商品，是否剥夺了他们正当理财的权利？
难道70岁的人就注定不懂投资吗？有些老人家头脑清楚，理财经验丰富，却因为年龄被挡在产品门外，这对他们来说感觉是被歧视了。台湾金融界有人就说，保护的美意可能造成限制甚至歧视的负面效果。为此，最近监管机构开始调整政策，就在2025年2月，金管会宣布预告修法，解除对70岁以上客户购买结构型商品的限制。也就是说，未来银行可以依据专业判断，而不单凭年龄来决定是否卖给长者这些产品。此前的规定是70岁以上一律不准推介，现在改为看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而不能简单以超过70岁做唯一标准。同样，信托业以前也禁止推荐复杂商品给高龄者，如今也要松绑。监管单位强调，这不是鼓励乱卖，而是希望消除单纯的年龄歧视，把重点放在了解客户 KYC 和了解商品 KYP 上。如果某位80岁的客户在财务状况、风险认知等方面都没问题，也有权选择复杂商品。反之，哪怕只有60岁，但明显无法理解高风险产品，银行也不该卖。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执行难度不小。银行真的会严格把关吗？放开限制后，如果有不肖业者借机对长者大肆兜售，风险会不会反而增加？这是值得关注的后续。总之，目前台湾在这方面是从比较严格慢慢走向开放，尝试在消除年龄歧视与保障高龄客户之间找平衡。除了投资商品，长者在别的金融服务上也可能碰到既想保护又怕歧视的情况。举例来说，有些银行曾被爆出对高龄者贷款设按门槛，60岁以上来申请抵押贷款，银行会要求子女陪同或连带保证，否则就百般推脱。银行的出发点是怕老人后期还款能力不足或健康因素影响还款，所以想多一重保障。但这样的不成文规定其实也引发争议，难道60岁以上有房产的人就不能自由贷款了吗？这也是一种金融歧视。这方面立法院也曾关注，要求银行不得有年龄歧视漏规，以保障长者平等的融资权利。另一方面，长者在金融消费中的知情权和认知能力问题也很突出。很多长辈受教育程度有限，或者对新科技、新型金融产品真的搞不懂，却不好意思承认看不明白。有人总结出高龄金融消费者常见的几个特性：资讯获取管道有限，主要听亲友或熟人意见；合约与商品说明太复杂，他们看不懂又不愿深问；消费权利意识低，出问题也不晓得如何投诉维权。另外，由于身心机能退化，注意力、判断力都比年时差，很容易漏看关键讯息，这就导致即便银行保险依规定提供了商品说明书、风险揭露，长者可能也是一知半解，流于形式。例如上面王奶奶的案例，签名画押都有，可她压根没真正理解。这种认知能力的落差也是一种无形的风险。如果没人协助，高龄者很难完全保障自己的知情权。聊到这里，我们再回头品味一下那位银行内部人士的警示：60到80岁的老人必须马上停止存款。其实意思逐渐清晰了，并不是要您真的把钱从银行全拿出来塞床底下，而是提醒您不要把大笔钱放银行就不管了。因为不管是银行人员过度推销，还是诈骗集团觊觎，亦或制度上的漏洞，都会让您的存款面临风险。如果您或您家中长辈正好在这个年龄段，一定要特别当心以上这些陷阱。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难道老人家就不能安心理财，只能把钱锁保险箱吗？别急，下面进入今天最重要的环节，对策和建议。绝不能只吓唬不给出路，对吧？接下来连续反转，我们来说说如何预防风险，保护长者财产安全，以及有哪些替代方案帮助银发族安度晚年，守住自己的钱。第一，对策一，为资金加把安全锁，信托与监护机制。如果您有相当数额的资产，而自己年事已高，或担心将来判断力下降，不妨考虑信托这种工具。简单讲，信托就是把财产委托给专业机构打理，并定好规则保障用途。比如，您可以设立一个家族信托或养老信托，把一部分存款放进去，约定这笔钱专门用于您的养老照护、医疗费用等，每个月给付一定额度给您生活用，或者直接支付给护理机构，
平常这些钱由银行信托部门替您保管投资，您是受益人，按约定享受资金。这样的好处是，即使以后有人想骗您挪用这笔钱，也难以下手，因为钱已经受信托契约保护，不是您说转就能转走的。哪怕您不慎被骗，签了什么文件，要动用信托资产，银行作为受托人也有责任审查，不符合信托约定的不会执行，等于给您的养老钱上了保险箱。此外，信托也方便做遗产规划，例如指定以后剩余财产给子女、慈善等等，一举两得。举个例子，目前台湾有些银行推出长照信托，就是为长者规划的。您可以提前和银行签约，约定日后万一失智失能，这笔钱该怎么用，每月给付多少，给照顾您的人住进护理机构费用怎么支付等等。万一有一天您判断能力下降，这个信托就会启动，为您履行之前设定的计划。家人也好，外人也好，谁都无法乱动这笔钱，只能按照您的意愿用于照顾您自己。这种预立照护信托在日本、台湾都开始流行，目的就是防止高龄者财产被不法侵占，确保老本专款专用在养老上。当然，设立信托需要找银行或信托公司办理，可能有一些手续费、管理费，但对许多资产较多的长者来说，这点成本换取晚年安心是值得的。除了信托，还有法律监护机制。如果您已经察觉某位长辈出现认知障碍迹象，例如轻度失智，但他仍独居理财，这时候家人可以考虑申请辅助人或监护人制度。台湾法律允许在长者尚有部分行为能力时，经过法院评估，指定一位辅助人来协助处理财产事务，或者在失智严重时，直接宣告监护，由监护人代理财产管理。这听起来有点严肃，但在一些案例里非常有用，至少有了法律上的代理人，骗子要得逞就更难，因为老人单方签的东西可能不具法律效力了。有些长辈可能不愿意，他们觉得这等于被宣告无行为能力，有失尊严，所以需要沟通评估。但如果情况严重，与其任由坏人骗光，不如由信任的家人来帮忙看管财产，这也是保护长者的一种办法，而非剥夺他们权利。第二，对策二，利用银行本身的关怀机制。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你可以主动要求银行对某些账户做特别标注，例如在银行留下紧急联络人，当账户有大额异动时通知家属，或者为长者账户设定转账上限，比如单日不能超过多少金额，超过就需要第二确认。台湾银行业者在这方面已有所行动，金管会也有鼓励银行建立高龄者申诉与预警资料库，定期审视异常状况。您只要提出请求，银行通常会配合，例如填一张表授权，若我长者单笔转账超出 XX 元，请务必先联络我的儿女电话确认。这样万一老人正被骗子胁迫转账，银行一打电话给子女就穿帮了，非常有效。此外，也可以和银行约定降低 ATM 转出限额，平时您用不到那么多钱，就把每天对外转账限额调低，甚至临时需要再临柜提，麻烦一点但更安全。这样就算被骗去 ATM 操作，一次也汇不走太多钱，为及时止损赢得时间。第三，对策三，家庭多沟通，财务状况透明化。很多长辈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钱，却不跟子女谈财务，怕被念或不愿增添麻烦，可是不说反而容易出事。诈骗集团最爱利用的就是家庭沟通鸿沟，骗子假扮子女打电话，我出车祸急需用钱，老人信以为真，却不先打给孩子本人确认，或者骗子警告不要告诉家人，否则违法更严重，老人就真瞒着家人去汇款。一旦缺少家人的第二意见，长辈独自面对骗子，很难不陷入圈套。所以子女平常要多关心长辈，聊一聊他们的钱是不是有奇怪的流向，不是要打探隐私，而是建立一种信任。任何涉及钱的大事，先和家人商量。有时长辈可能不好意思开口，那做子女的更要主动一点，比方说定期和爸妈对一下账本，或者帮他们查看银行寄来的对账单有无异常。现在许多银行也有简讯通知功能，账户有进出会简讯提醒，子女可以协助长辈设定，这样也能及时掌握情况。总之，家人就是长辈最好的防护网，亲情的沟通多一点，诈骗的机会就少一点。当然，
我们也要尊重长辈的自主权。有的老人家非常理性清楚，不喜欢孩子干预财务，那么至少请他们找一个信任的人当顾问。如果不愿告诉子女，可以考虑信任的亲友、教会的牧师，甚至社区的社工。只要在做重大决定前，多一个人帮忙听一听、想一想，都会降低被骗的可能。因为旁观者清，那些明显是陷阱的东西，局外人一看就会提醒，等等，这不对劲，从而及时拉回长者。而骗子最怕的就是目标去征求第二意见，他们往往会恐吓你，不许问别人，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就能击破他们的诡计。第四，对策4，提升长辈金融知识，勇敢说不。老人家这一辈有的非常节俭淳朴，习惯了听从权威，不善于拒绝和质疑，这点必须改变。面对银行人员的推荐也好，陌生来电也好，一定要记住，这是你的钱，你有100%的主导权，不懂就问，拿不准就拖，不要不好意思。一些常见诈骗关键字要让长辈知道，一听到什么监管账户、账户异常、兑奖先付手续费之类，就要立刻怀疑和挂断电话。政府有提供防诈骗咨询专线165，遇到可疑情况打这个号码问警察，比问骗子强10000倍。另一方面，银行在推销产品时，长者也应该学会提出自己的疑问，比如这个产品最坏情况我会损失多少？我今年都80岁了，这东西适合我吗？如果业务员答不上来或者顾左右言他，那多半是不靠谱的。千万别碍于情面就点头，哪怕对方坐在您家里喝了您的茶，该拒绝时就拒绝，面皮薄吃大亏啊。回想前面那些受害的长者，有多少是因为抹不开情面，不好意思拒绝熟人推荐，才掉进坑里的。所以提高防范意识就是要不贪心，不怕得罪人，只要守住原则，自己的钱自己做主，听不懂的不做，感觉不对劲的不做，基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第5，对策5，优化资产配置，降低被盯上的概率。这一点可能很多老人家想不到，钱放太多也是一种风险。有些长辈一辈子节省，退休时手上有一大笔现金或存款，这本来是好事，可如果全部躺在账户上，既缺乏有效规划，又不断被营销人员惦记着，那么多钱闲着干嘛？不如反而容易出问题。建议长者们根据自己的年龄和需求，把资产做一些适当配置，比如一部分做非常稳健的投资，获取比定存稍高的收益，但风险很低，像政府公债、优质的债券型基金等；一部分购买足额的医疗照护保险，或放入长照信托，锁定养老照护需求；一部分可以提前赠与子女，或用于自己想圆梦的事情。这样一来，手头留的流动资金反而不会特别巨大，既满足日常需要，又不会让您成为销售人员的超级目标。试想，同样是银行客户，一个账上有2000万闲钱的阿姨，和一个资产已经安排妥当，只留少量活存的阿姨，哪个更容易被猛攻推销？肯定是前者。骗子也是一样，总是盯着那些看起来富裕又缺乏保护的人下手。所以，与其把鸡蛋全放一个篮子，不如事先规划几筐篮子分别放，这样就算某处出了点岔子，不至于全军覆没。另外，有些长辈舍不得花钱，结果钱留着留着被人骗走，自己一生没享受，还便宜了坏人，实在不值。不妨改变观念，适度享受和善用自己的积蓄，也是一种防守。比如您可以用部分存款去旅游、进修兴趣、改善生活品质。当您过得充实开心，骗子拿高收益诱惑您时，您也不会那么心动了，因为您知道钱可以用在更美好的事情上，而不是无谓地冒险。另外，若您真有多余的钱想投资，也最好选择正规渠道和熟悉的领域，比如买些自己听得懂的蓝筹股、定期定额基金，而不要被陌生人推荐去搞什么地下汇率、虚拟币传销，这些风险太高的，别碰就是了。讲了这么多招，其实核心精神就一句话：建立保护网，别让长者单枪匹马面对复杂的金融世界。银行内部良心人士的那声疾呼，现在知道还不晚。我们应该牢牢记取，这既是一种警告，更是一种希望。希望所有长辈和家人现在就行动，强化防范，别等悲剧发生了才追悔莫及。总结一下，为什么说60至80岁老人必须马上停止存款？
因为单纯把钱存银行不见得安全，背后潜藏不当销售、诈骗欺瞒、制度漏洞等多重风险。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利用信托和法律机制上锁，借助亲友与科技力量布防，提高真警觉和理财知识，把可能的漏洞都补上。这样，长者们才能真正安心享受晚年财富，而不是整天提心吊胆怕被骗。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老年财产不轻信，银行话术要当心，保障机制提前定，骗子陷阱自然行不通。让我们一起照顾好背的钱袋子，别再让坏人有机可乘。现在知道这些还不晚，只要开始防范，就永远不嫌迟。希望每一位银发族都能在金融消费中受到公平善待，既能自由运用自己的钱财，又能免受伤害。记住，真正关心您财产安全的人，永远不会嫌麻烦的提醒您这，提醒您那，而只催着您匆忙做决定的人，十有八九并不怀好意。好啦，今天的爆料和分析就到这里，信息量是不是很大？但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长辈们好啊。银行内部人良心呼吁已经发出，我们绝不能蠢。赶快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您关心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朋友，让更多人知道真相，一起守护好老人家的血汗钱。毕竟现在知道还不晚，防患于未然，总胜过事后追讨。让我们共同打造一个对高龄者友善又安全的金融环境。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今天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下次再见。